在这期视频中，我将带你逐一分解我是如何策划、拍摄、剪辑以及调色，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瑞幸咖啡广告短片。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几乎没有太多的创意，就感觉像是进入了一种灵感枯竭的状态。这真的限制了很多我对影像的创作，而且很少有时间来拍摄这种比较随心所欲的短片。所以我每天都在寻找新的拍摄方向。直到上几个月，我看到了一则新闻。几周前，瑞幸联合茅台推出这款十分炸裂的组合性咖啡。那么之前我也看过 Daniel 大神所制作的像这种行云流水的咖啡丝袜转场，所以我想为什么不试着复刻一下这类史诗级的短片呢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对于我来说，拍摄这支短片的时间只有半天左右，所以为了抓紧时间，我立马给我的朋友残风打了个电话。喂，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创意，有时间能陪我拍这广告片吗？然后他答应了。那么紧随其后，那天早上我就到了瑞幸的线下门店里面去购入了瑞幸茅台，但不幸的是，附近所有的门店几乎都售罄了，而且大家也知道，茅台的这个 powerful 的力量完全不足以让我们购入，好吧？所以在最后的斟酌之下，我只有把茅台的周边给贴在了瑞幸拿铁之上，所以这算是一个非常巧的 tricks， 那么也算是个开拍的小遗憾吧。这次拍摄我使用了尼康 G5 加它的套机头，但是由于机身防抖和性能方面肯定比不上别人的什么 HS3 或者 HM4， 所以成片的效果肯定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真的就是一点点。那么首先就是像开头的这种180度遮罩翻转的丝滑运镜，那么在拍摄这类镜头的时候，我真的很建议大家眼睛不要只盯着你的显示器去看。那么与其相比更重要的是控制好物品与相机的相对位置，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提升你相机的稳定性以及对物体的这个抓取性。那么当然这个片的拍摄完之后为了追求那种原片比较美式非常 chill 的感觉嘛，那么我还在原片的基础上加了一层动态模糊，还有防抖，还有一些速度的这种调整。那么这也就印证了很多大片的原始素材真的就是非常的拉垮，但是如果你把特效在这边加点那边加点，你就可以达到废物重新利用的效果。由于这支咖啡广告几乎是零预算，所以在准备器材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充足的预算购入咖啡机，而是用我家里的榨汁机所以替代。没错，毕竟两者我觉得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的吧。但是不幸的是，我家里的榨汁机可能是因为很久没有使用了，导致有很严重的漏水现象，严重的干扰了我们的拍摄现场。那么这对我们的拍摄简直就像是火上浇油。不过我们还好比时间跑得快，我们赶在咖啡露出桌面之前，火急火燎的拍摄完了所有的镜头。而且大家都说嘛，遇事不决，一定不要慌张就像我们这次，哪怕是什么衣服都沾到咖啡了，或者是什么咖啡打翻了等等，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拍摄。那么在后半段，并不全部都是咖啡机的片段，所以为了整体的视觉观感，我还是花了重金购入了这个过滤式的法国咖啡杯，还有这个茅台杯。没错，就在我旁边写的什么我不是茅台杯，非常我觉得很有创意然后还有这个4块钱包邮的，是玻璃还是塑料？好像是应该是玻璃的吧。那么在准备这个镜头的时候，我知道水流需要持续不断的通过这个流入，以构成这种正在调制咖啡的感觉。那么考虑到我使用的是这种榨汁机，所以水流有这种缓冲的效果，所以我左手持牛奶，右手持相机，双手兼备，效率翻倍。那么在这里我必须得告诉大家，在本期视频中没有任何的牛奶受到我们的伤害和浪费，光盘行动从我做起。整个片子的点睛之笔还是得靠最后这个像机械臂一样的镜头。那么首先机械臂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做梦的事情，对吧？所以这里我还是用了我的尼康 G5 来拍。我先把它给切换成了自动对焦，然后把框圈给开到最小，那么这样会使得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变换但是即便我尝试百般，机身拉垮的防抖性能以及与麒麟臂完全无缘的我来说，使得这个镜头始终不能符合我的要求。那么所以没错，我选择使用了 iPhone 13 Pro Max 加上手机稳定器来拍摄。那么选择手机稳定器而不是相机稳定器，是因为几乎市面上所有的手机稳定器都有这个自动 tracking 的功能，而且画质也蛮不错的像比如说这里我就用 iPhone 13 Pro Max 拍摄的 4K 6帧，以方便后期的缩放以及调速。那么由于这是一部临摹的短片嘛，所以脚本和音效都是提前规划好的由于 Daniel 大师原片的 BGM 是从一首歌的不同部分拼接而成的，而且自己重新添加音效是大可不必的，所以这次我还是使用了原片的音乐以及音效毕竟这是部临摹的短片，所以我才使用原片的音源，而我十分看重的其实是音效设计。那么在之前我很多的作品中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制作这个音效，那么音效是真的
非常重要。我觉得一首音乐可能会有无数的人来使用，但如果你想要从中脱颖而出的话，音效才是决定你天花板高度的东西。你需要做好音量的调控，许多变速切换的插入，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构建属于你独一无二的音轨。那么一定要记住，发挥你的创意，反复练习，让你的作品变得越来越好。剪辑软件就不用多说了，我就是用的达芬奇。那么由于之前我有过一些剪辑这种复杂转场之类的影片的经验，好吧，所以这部影片对于我来说剪辑还是比较简单的。那么由于脚本已经定好了，所以我可以清晰的安排素材到对应时间线的位置。那么首先为了让整个片子有更加的高大上感，我先加入了许多的粒子特效、粒子效果。主要原因是粗剪完之后，我觉得这个画面确实达不到我的标准，好吧。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开头的时候加入了上下遮幅，并且在后半段把它给去了掉。这样做是因为相机拍摄处的房间实在是太窄了，而且物品和背景十分杂乱，就很容易给人一种这个压迫感，是吧？虽然说好像剪辑完了也有点压迫感，但是我把大部分的地方都调整成与背景相同的纯黑色，这样的话整个画面会变得相较之前更干净一些。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我们拍摄的时间非常的紧，所以有很多片段的拍摄效果并不好。但是当我们给它加上了一个这个稳定，还有这个缩放的 zoom in zoom out 的效果，就绝对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所以各位啊，以后拿到素材之后，发挥你的创意好不好？想想缩放之类的东西，让观众完全的沉浸在喜悦之中。那么众所周知，索尼相机不开镜头盖也能后期把它给拉回来，对吧？那么没错，就是 S-Log 3的魅力。不过我必须得说，我的尼康 G5真的只能拍摄 Rec 709的色域，调色上真正能做的事儿真的不多那么为了临摹原片的色彩，我先降低了黑色区域的这个暗度，升高了部分的饱和度以及亮度区域。那么这样的话，许多有黑幕灯光以及我的尼康 G5造成的噪点或者说是瑕疵的话，就可以被遮盖掉。那么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像白平衡、色温之类的参数，最好还是在前期之前就设计好，那么尽量少给后期添麻烦。而且调色就是整个片子最后的封装，一定不能把它给搞砸。OK， 这就是这支片的全制作流程。那么虽然说制作这部片子花费了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不小的预算，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赞助商来赞助我但至少我给了我足够的创意空间和发挥的空间。那么这应该算是我有史以来做过最有趣的项目了。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如果你很无聊，赶快拿上你的相机或者是你的手机，手机很强的好吧，连苹果都可以拍 Apple Log 了。那么和你的朋友见面，赶快把你脑海中的头脑风暴以最好的方式给呈现出来。当然了，我想在全网应该很少能看到像我这种非常全面的制作流程解析，所以如果你对我的策划、拍摄、剪辑、调色等等有任何深度的疑问，都非常欢迎你在我的评论区下方留言或者说是私信我的 B 站，那么我会尽可能的以最快的速度回复你们。没有你们的支持，就不会有这期视频的出现。OK， 那么希望我能在下期视频中见到你。我是可乐时光，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